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为什么会成为东南亚外劳的首选。近年来，在亚洲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来自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国家的年轻劳工一窝蜂地跑到台湾工作，仿佛台湾成了他们谋生与追梦的第一目的地。反观毗邻的中国大陆，号称经济先进、发展快速，却几乎没有吸引到这些东南亚劳动人口。为什么东南亚朋友们宁愿远赴台湾打工，却对大陆兴趣缺缺？听完他们说出的真实理由，恐怕连台湾人自己都会感到意外，甚至沉默。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或许很多台湾人没有真正注意过，在我们身边已经有多少外籍移工在努力工作、生活。截至2025年，全台的外籍移工人数已经突破80万人，遍布在工厂产线、营建工地、渔船甲板、安养院和无数家庭中。他们中最大宗来自印尼和越南，各约占30%左右，其次是菲律宾和泰国。换句话说，如今在台湾每10位劳动者里就有1位来自东南亚。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在1992年刚开放引进外劳时几乎是0，到了2000年前后，外劳总数累计突破20万，2010年左右达到50万，2020年前后更冲破70万。短短30年间暴增的人口背后，是台湾劳动市场对外来人力需求的节节攀升，也意味着外籍劳工已成为台湾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离乡背井，在陌生的宝岛上撑起台湾社会最辛苦的一片天。工厂里繁重单调的夜班是越南小伙子们在扛起，深夜照顾卧病老人的往往是来自印尼或菲律宾的看护姐妹。台湾各地高楼大厦的钢筋水泥一根根也是靠泰国等国的壮劳力绑扎堆砌出来。可以说，台湾许多地方都少不了这些外劳的辛勤付出。连政府统计都承认，台湾的某些产业和长照体系已经严重依赖外籍劳工来维持运转。让我们以一个具体故事来感受这股移工潮。越南青年阿强就是千万万追梦移工中的一员。24岁的他在家乡一家小工厂上班，每月收入仅约6000元新台币，只够贴补家用。他听村里当过外劳的前辈说起，去台湾工厂做3年就盖得起一栋房。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阿强。为了让儿子出去闯荡，阿强的父母东拼西凑，甚至变卖了部分田地，才筹足4000多美元的中介费。带着家人的期待，阿强飞到了台湾，在南部一座电子零件工厂工作。刚开始他人生地不熟，白天黑夜轮班，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回到宿舍还得自己简单煮点东西果腹。每当拖着疲惫身躯躺上床，他就拿出手机看看相簿中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笑脸，提醒自己一定要撑下去。台湾同事听不懂他的语言，他也看不懂中文标示，只能靠手势和简单的英语沟通。然而他非常努力，工作之余偷偷学中文，渐渐的他听懂的台湾话越来越多。熬过最初的半年，阿强适应了台湾紧凑的生活节奏，也结交了几个越南老乡朋友，日子不再那么难熬。3年多后，阿强存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汇回越南。父母那栋老房子终于翻修一新，家里还买了几公顷的田地种植作物，弟弟妹妹也有学费去学一门手艺。阿强笑着说，当初再大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台湾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像阿强这样透过在台工作而脱胎换骨的故事，在东南亚各国广为流传，激励着更多年轻人踏上来台逐梦的道路。其实台湾成为外劳首选并非偶然，而是经济社会变迁下的必然结果。时光回到199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起飞带来劳力短缺，许多台湾年轻人不愿从事所谓又苦又脏又危险的3K 工作。制造业和建筑业老板天天喊缺工，甚至扬言将工厂外移。面临这样的人力断层，政府终于在1992年修订就业服务法，小心翼翼地开放了外籍劳工的引进。起初只限特定行业，严格控管人数，但毕竟开了第一道门。随后几年里，泰国、菲律宾的壮年劳力陆续进入台湾的工地和工厂。1999年，台湾也开始从越南招募产业工人，印尼则成为台湾引进家庭看护工的主要来源国。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引进移工近30年来，实际合作的来源国
几乎只有以上4国。相较于日本、韩国能与10多个国家签约合作输入劳力，台湾在国际劳工市场上的选择较受限，这也使得我们更需珍惜现有的移工资源。总之，短短数十年间，台湾从几乎没有外籍劳动力，到劳动人口结构中将近1成都是外劳。这剧烈的变化背后，自然有其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探究。说到外劳涌向台湾，许多人第一反应会说，当然是为了赚更多钱。的确，经济诱因是吸引移工的主要动力之一。相比在自己国家能拿到的薪水，台湾的工资对他们而言高出许多。举例来说，一位在越南乡间务农或本地工厂作业的年轻人，每月可能赚不到5、6千元新台币，勉强糊口。但是如果能来台湾的工厂工作，即使只拿基本薪资，月薪也有至少3万元新台币，相当于越南本地工资的5倍以上。再比如，一位印尼女子在雅加达当家庭帮佣，月薪可能不到新台币4千元，但来台湾从事家庭看护工作，即便只领每月2万元的起薪，也已经是她在印尼收入的数倍。更何况，在台湾工作几年，存下的积蓄足以让她汇回家乡盖房子、开店做生意，甚至改善整个家庭的生活条件。对许多出身清寒的家庭而言，远赴台湾打工所赚的钱，就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希望。然而，仅仅有高薪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台湾能成为首选，钱有时甚至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要论工资待遇，台湾并非给的最好的国家。近年来，日本和韩国也积极向东南亚招手，他们开出的条件往往比台湾更优渥。以制造业来说，韩国工厂的月薪常常开到将近6万元新台币，足足是台湾水平的2倍。日本企业也能支付约4万5千元，对比之下高出台湾一大截。再从费用端来看，去韩国打工由于采用官方对接的聘雇制度，外劳通常无需负担昂贵的中介费，减轻了出国的经济压力。这么一比较，单看钱，台湾的确没有优势。难怪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外劳还是愿意来台湾，而不去日本、韩国呢？答案在于，除了薪水数字之外，台湾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深深地吸引着他们。首先，来台湾工作的门槛较低，上手相对容易。对许多学历或技能水准普通的东南亚年轻人而言，要通过日本或韩国的语言考试并不容易。例如，日本的技能实习制度通常要求申请者先接受日语训练并通过考核，韩国的劳动许可制度则规定外劳必须通过韩语测验。这些硬性门槛把不少潜在移工挡在门外。相较之下，台湾对外籍劳工没有语言能力方面的严格要求，透过中介公司的安排，只要身体健康，肯吃苦耐劳，基本上都有机会申请来台工作。的确，他们来台前往往得支付高额中介费，有时高达数千美元，相当于家乡工作1、2年的收入。但许多人还是咬牙凑齐，钱也要出国，因为他们明白，只要能顺利抵达台湾开始工作，凭借相对较高的工资，总有机会把欠下的债务还清，甚至带领家人脱贫。有越南移工分享他的想法，去日本赚得多，但名额少，程序繁琐。来台湾虽然要付中介费，却比较容易成功，手续也简单许多。这种比较好进、比较好带的便利性，正是台湾对外劳的一大吸引力。第二，在台湾工作能省下一大笔生活开销，存下更多钱。台湾给外劳提供了一项隐形福利，就是食宿优惠。以家庭看护工为例，绝大多数外籍看护由雇主免费提供食宿，等于衣食住行都不必自己花钱。工厂移工通常住公司宿舍，每月只需负担2、3千元宿舍费，水电也多由雇主补贴。反观在日本，许多外劳必须自费租屋，东京、大阪的房租物价奇高，薪水扣除开销后所剩无几，未必比台湾存得多。对移工来说，他们看重的不是赚多少，而是存多少。在台湾赚得或许稍少，但开销也少，最后寄回家的钱可能反而更多。这种高净存款的优势对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第三，台湾的文化和生活环境让东南亚劳工感到更加友善和自在。台湾四季气候温和，和东南亚的家乡气候相差不远，不像日本、韩国冬天寒风刺骨，
让南方来的年轻人体验苦不堪言。此外，台湾离东南亚国家地理距离较近，飞行数小时即可往返，对移工而言，心理上也觉得家并不算太远。更关键的是，台湾社会相对开放多元，对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信仰保持尊重，这对外籍劳工来说意义重大。举例来说，台湾各大城市都有清真寺，也有不少餐厅供应清真认证的餐点，方便印尼穆斯林移工安心遵守宗教饮食规定，不会因信仰遭到歧视。每逢星期天，菲律宾移工也能在台北、新竹、台中等地找到天主教堂参加弥撒，在异乡延续自己的信仰传统。在某些中东国家工作的移工曾透露，他们甚至不敢公开从事宗教活动，生怕触犯禁令会引来麻烦。但在台湾，这些都不是问题。除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台湾的人情味儿也让东南亚劳工心生温暖。许多外籍看护工说，台湾的雇主多半很友善，常常把他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一份子看待。虽然偶尔也有雇主苛待外劳的负面新闻，但那毕竟是极端少数。多数台湾人对身边的外籍劳动者是抱有感激与同理的。比方说，不少印尼看护亲昵地称呼被照顾的老人阿公阿嬷，久而久之，真的和雇主一家培养出犹如亲人的情感。有些工厂雇主在农历新年时会邀请外籍员工一起吃年夜饭，发红包给他们，甚至安排他们和远方家人视频连线，一起守岁。这些温馨的互动让移工们非常感动，在异乡也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和家庭的温暖。难怪许多人回国后逢人便谈起台湾人的好。其实，从移工们的日常点滴也可以窥见他们对台湾生活的满意程度。比如一位在新北市服务了10多年的印尼籍看护妮妮，就很爱利用空档在脸书直播自己在台湾的生活。她经常拍摄清晨5点的台湾日出，或者夏天黄昏时分美丽的夕阳，让远方的家人亲眼看到台湾天空的绚丽。每次直播时，她都会打扮得有精神、有气色，展露笑容。她说：“我过得很好。”这既是为了让家人放心，更是在向所有观看的人宣告，在台湾，她真的过得很好。另一位有直播达人之称的印尼看护莎莉妈妈，在台北北投照顾一对高龄夫妻。平日时，她推着坐轮椅的阿公去医院拿药、做复健，也会带阿嬷出门散散心。每当这时，她常常开直播，让远在印尼的家人目睹她在台湾的日常点滴。阿嬷头戴粉红色毛帽，围着亮橘色的围巾，在她巧手装扮下显得年轻又有活力。阿公则坐在轮椅上，面带笑容，还会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称赞。直播结束后，莎莉妈妈也常常和粉丝们分享她的心得。她很感谢台湾给予这份工作机会，让她学会了如何照顾长辈，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最重要的是，能帮助远方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从妮妮和莎莉妈妈的故事可以发现，许多移工其实相当乐于融入台湾，他们努力工作之余，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热爱着这片土地。此外，不同来源国的移工在台湾的情况和考量也各有特色。例如，越南移工多半投入工厂和营建等产业，是台湾制造业的重要人力。早年越南政府积极鼓励国民赴台工作，自1999年开放输出劳工后，台湾连续将近20年都是越南外劳的首选目的地。然而，随着日本近年来对越南劳工大开方便之门，越南移工开始更多前往日本发展。在台湾的越南年轻人通常重视薪资和加班机会，他们往往利用省吃俭用存下的工资，在家乡买地盖房，因此特别关注能否多加班、多赚钱。台湾相对亲切的文化也让许多越南朋友觉得自在，尤其台湾有相当规模的越南新住民社群，语言文化相近，对越南移工更具吸引力。印尼移工方面，目前是台湾外劳来源国中人数最多的族群，他们以女性居多，主要在各地家庭担任看护工或帮佣，也有部分男性在工厂、农场和远洋渔船上工作。由于印尼移工多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在意在台湾能否方便礼拜和取得清真食品。好在台湾各城市皆有清真寺，而且政府和民间也逐渐提供清真餐厅、祈祷室等设施，因此大部分印尼朋友对此颇为满意。印尼政府近年也关注移工权益，
曾宣誓要在2017年起停止输出家庭帮佣，这提醒了台湾必须更重视这群养护支柱的待遇问题。许多印尼移工的中文学得不错，甚至有人考取证照，转任医院看护，或在台湾长期发展，这说明只要环境允许，他们也愿意深耕台湾。菲律宾移工则多半具备英语沟通能力，因此在台湾的一些电子科技厂、半导体工厂以及服务业领域，常能见到菲律宾劳工的身影。他们适应城市生活较快，很多人假日喜欢聚集在都会区，如台北车站大厅，举办歌唱比赛、文化表演，展现活泼热情的一面。菲律宾劳工大多数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家庭照护工作。由于菲律宾本身是劳工输出大国，全球各地都有非籍劳工，他们之间的资讯网络很发达，哪个国家待遇好，哪里对外劳友善，他们彼此都很清楚。台湾在他们的评价中属于待遇普通但生活舒服、安全的选项，因此仍吸引了超过8万名菲律宾朋友在台努力工作。泰国移工可以说是台湾引进外劳的先驱。早在1990年代，台湾刚开放外劳时，泰国劳工一度占了最大宗，特别是在早期的重大建设工程，如捷运、科学园区等工程中，随处可见泰国壮汉挥汗工作的场景。泰国劳工勤奋能干，许多人在台湾留下了良好的名声。不过近年来，随着泰国经济发展，国内薪资提升，来台工作的泰国人数呈下降趋势，目前总人数已被越南和印尼超越，但仍有不少泰国朋友选择来台湾见识世面，学习技术。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手脚利落，很受台湾老板欢迎。泰国移工也为台湾带来了他们的美食文化，在一些城市形成了泰国街，提供道地的泰式料理，深受台湾民众喜爱。这也是移工融入台湾、互相影响的有趣例证。当然，台湾对移工来说也并非处处天堂，目前的制度和环境下仍有不少挑战与困境，尤其是在家庭看护这个领域，由于不适用劳基法保障，外籍看护工普遍面临工时过长、休息不足的状况。劳动部2019年的统计就指出，近90%的外籍看护没有固定周休，约50%仅能部分休假，还有超过4%的看护全年无休，一年到头天天都在工作。想象一下，一个人离乡背井，日以继夜地照料无法自理的长辈，却得不到充足的休息，身心压力会有多大？然而，即便条件这么艰苦，东南亚的姐妹们还是源源不绝地来台湾担任看护。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是什么呢？或许正是为了家人再苦也值得的信念。只要想到每个月寄回家的钱能让父母、小孩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他们就愿意暂时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同时，他们也期待遇上体贴的雇主，在日常相处中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关怀。事实上，不少家庭也确实待外籍看护如亲人，甚至有看护合约期满要离开台湾时，雇主一家专程到机场送行，双方拥抱道别，依依不舍。对许多移工而言，台湾工作的经历或许辛劳，却也有人情的温度支撑着他们。值得一提的是，也有部分移工因对薪资或待遇不满而选择中途逃离原工作，成为失联移工，俗称逃跑外劳，转入地下经济寻找更高收入的机会。根据统计，目前在台湾失联的外籍劳工已累计接近10万人，他们多半从事临时工、工地散工或未经许可的商业服务等，薪水往往比原工作高出不少。这现象反映出台湾某些行业给外劳的待遇仍有改善空间，因为连移工自己都觉得跑掉打黑工反而赚得更多。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逃跑的移工大多选择留在台湾非法打工，而不是转往其他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台湾对他们而言依然有难以割舍的吸引力，否则他们大可以离开台湾，另谋出路，没必要冒着被逮的风险留在这里。那么中国大陆呢？一个幅员辽阔、产业齐全的经济强国，为什么反而几乎吸引不到东南亚劳工的目光？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首先，中国本身劳动力充沛，年轻人口数以亿计，国内各行各业普遍还能找到足够的人手，因此官方对引进外籍劳工的需求不大，甚至担心外国廉价劳力进来和本地人抢工作。其次，
目前中国并没有完善的外劳引进制度，外国劳工想去那里做基层工作几乎没有合法管道，如果硬要去，也只能持旅游签证潜入黑市打工，一旦被抓到，就可能面临遣返甚至牢狱之灾。第三，也是很关键的一点，中国的薪资和工作条件对东南亚劳工而言吸引力有限。以制造业为例，中国许多工厂普通工人的工资其实和台湾差不多，有时甚至更低，但生活开销却未必比东南亚低多少。对移工们来说，与其冒着非法的风险跑去大陆拿微薄薪水，他们更愿意选择日本、韩国或台湾这些工资更高、保障更多的地方。事实上，许多东南亚年轻人压根不把中国列为出国工作的选项，因为他们身边几乎没听说谁靠去大陆打工而改善生活的例子。相反，台湾、日本、韩国的成功故事却广为流传。正如一位中国网友直言，大陆目前没有引进外劳的法规，而就算有，外国劳工也未必愿意来，因为要赚钱的话，隔壁的日本、韩国、台湾才是更好的选择。这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并不是东南亚劳工向往的目的地，台湾反而扮演了他们理想工作地的角色。然而，台湾能永远保持移工心目中的第一选择地位吗？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现实已经在悄然发生改变。正如前面提到的，日本、韩国近年纷纷释出更优厚的条件抢人，对台湾构成了不小的挑战。2018年，日本输入的越南移工人数首次超过台湾，成为越南劳工最主要前往的国家。这件事令台湾上下深感震惊与警惕。越南方面的数据显示，2019年大约15万名出国工作的越南劳工中，超过一半去了日本，约有8万人，选择台湾的只有5万4千人，差距相当明显。一位深耕越南市场多年的中介坦言，再过几年可能没什么越南人要来台湾工作了，这绝非危言耸听。近年来，日本不仅放宽了外籍劳工可以在日停留的年限，还推出新的签证制度，允许技术型移工长期留日，甚至有机会取得永久居留。韩国则因本国人口短缺而大举开放海外劳工，不但薪资条件比台湾优渥，中介流程也更加简化，许多移工只要通过基本的韩语测验就能申请赴韩工作。相形之下，台湾昔日引以为傲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流失。更长远的看，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未来愿意离乡外出工作的年轻劳工可能会越来越少。有资料估计，到了2030年代，东南亚的年轻劳动人口也许更愿意留在本国发展，而不想出国背井离乡吃苦。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以外籍移工为主要支柱的台湾经济势必面临无工可用的危机。因此，台湾若要继续吸引外劳，就必须未雨绸缪，全方位地改善自身的劳动环境。近年来，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点，陆续推出一些措施。例如，2022年将家庭看护工的法定月薪从17000元调升到2万元，希望减轻移工的经济压力，并设立外籍劳工直接聘雇服务中心，鼓励雇主不经中介，直接在国外媒合招募移工，让外劳来台前无需背负庞大的中介债务。未来或许还可以考虑借鉴日本和韩国，开放让部分表现良好、具备专业技能的外劳延长工作年限，甚至提供申请长期居留的管道等。这些努力如果能逐步落实，将有助于提高台湾对移工的长期吸引力。否则，一旦东南亚的人力留在本土或转赴他国，台湾势必陷入严重的缺工困境，那时着急的恐怕就是我们自己了。综上所述，台湾能成为东南亚外劳心目中的首选宝地，背后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对这些离乡背景的年轻人而言，台湾不仅意味着更丰厚的收入，还代表了一种相对安全、友善而充满人情味的生活环境。在这里，他们赚到了在家乡难以企及的薪水，也体验到成长与尊重。在聆听了外劳们亲口道出的种种原因后，我想我们台湾人也应该感到欣慰。原来我们的国家在别人眼中有着这么多优点与温情，足以让远方的朋友愿意前来奉献青春岁月。我们应当珍惜这些为台湾努力打拼的外籍伙伴，因为许多台湾人不愿从事或无法胜任的辛苦工作，都是由他们代劳完成。
我们的社会正是因为有他们才能顺利运转。他们的到来也为台湾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色彩。如今街头巷尾多了越南河粉店、泰国小吃摊、印尼超市，我们也时常听见熟悉的东南亚乡音和乐曲。台湾因为有他们而变得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台湾社会自身也有许多人选择赴海外发展事业，尤其近20年来，不少台湾年轻人前往中国大陆工作。然而，社会上对这些赴陆工作的台湾人并不会贴上外劳的标签，更不会加以歧视。同样是离乡工作，远道来台的东南亚移工却往往遭受异样眼光。这种双重标准引发了不少反思。其实，不论肤色国籍，每个背井离乡打拼的人都值得尊重。他们只是换了个地方工作生活，与台湾人在海外奋斗并无二致。我们要以平等的心态看待移工，消除刻板印象与偏见。只有打造出真正友善、包容的环境，台湾才能长久保持对国际劳动者的吸引力，也才能在全球竞逐人才的大潮中立于不败。试想，如果有那么一天，这些移工不再来台，我们的家庭与社会将面临什么局面？许多家庭可能找不到适合的人手照顾年迈的父母，医院和安养中心也会因护理人力不足而不堪负荷，工厂因缺工而减产，企业的订单无法如期交付，经济活力会大受影响，就连重大建设工程都可能因人力短缺而延宕停滞。可见，东南亚外劳对台湾而言，早已不只是额外的人力补充，而是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望未来，台湾能否继续成为外劳向往的乐土，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外来的朋友。如果我们愿意持续改善移工的待遇与权益，让他们觉得在台湾工作是受尊重、有前途的，他们自然会愿意留下，甚至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然而，如果我们忽视他们的付出，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么别的国家随时可能伸出橄榄枝将他们吸引走。到那时，台湾不但会陷入缺工的困境，也将透过移工流失这面镜子，看清我们自身在劳动条件上的不足与问题。希望今天这番深入而综合的探讨，能够让大家更加理解东南亚外劳为什么首选台湾，也提醒我们以更大的同理心和更积极的行动去对待这些远道而来的伙伴。唯有如此，才能让台湾持续成为他们愿意挥洒汗水、圆梦住家的地方。这不仅对移工们有利，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也大有注意。